既然燕结羽想先走，我们就退后一步。你还挺识趣，还懂得谦让。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夺什么。谅你也不敢。燕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：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燕儿，皇上从来都没将我视为女子，他只是欣赏我的才情和能力，而在宫中却有另外一个人，有着神奇的魅力。这个人什么都不用做，皇上就会乖乖地围着他转。你费尽心机得来的恩宠，他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摧毁掉。燕儿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走吧。燕结羽，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，为什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若是这样下去，让本宫和太后娘娘还怎么信任你呀？罢了，燕结羽自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哀家再多说也无益了。不是的，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，最近凤才人不知道对皇上施了什么迷魂药，皇上已经对他言听计从，臣妾看了着实心急，所以才没法专心查案。你是说，皇上和那个小贱人又走近了？太后，皇上现在对册封燕儿的事一拖再拖，我怕再这样下去，到时候皇上选择的不是臣妾，而是凤才人。当然，臣妾并不是在意那个虚名，只是怕凤才人这丫头没心没肺，到时候坏了太后的大业啊。你当初抱着尚方宝剑四处游走的时候，不见你有时间来给哀家请安。现在皇上身边另有佳人，你倒想起来求哀家，你也真算是有心呢。请太后恕罪，是燕儿不懂得人情世故，没有多来陪伴太后。但是燕儿绝无二心，从头到尾只向着太后您一人。太后，您一定洞悉皇上的言行喜好，请您助一臂之力，让臣妾除掉凤才人这个眼中钉吧。不过现在倒是有一个机会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臣妾都愿意尝试。呀，踢毽子呢，最重要的是有耐心和眼力劲儿，不能太急躁，得慢慢来。哇，哇呀，好厉害，好像跳舞一样，好漂亮啊！你快教我吧。你不是对他一直不感兴趣吗？怎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踢毽子啦？我是看你踢这么漂亮，我就想学了。回燕结羽，皇上亲手给我家娘娘扎了这个翎毛毽子，娘娘啊爱不释手，无奈根本不会踢，正让奴婢教她呢。皇上对凤儿果然上心。那既然你不会踢毽子，何不换个法子哄皇上开心呢？好啊。我听说皇上最喜欢在月圆之夜饮酒赏舞，风情万种的舞娘衣着白纱，宛若嫦娥下凡。每逢此刻，皇上就觉得置身于仙境一般，忘记宫中所有烦恼。凤儿，你既然对皇上如此体贴，不如就趁15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。可是，什么风情万种，我跳舞不好啊。我功夫倒是可以。不必担心，一切交给我。最重要的呢是哄皇上开心，然后报答他对我们的恩情。好漂亮。是谁把这幅画挂这儿的？回皇上，这个奴才也不知道，奴才给他收起来吧。不，
既然有人想让朕记起这件事，就挂着好了。是。宁儿，以往你的忌日都是朕找别人不痛快，看来今年是有人想找朕的不是。宁儿，宁儿，真的是你啊，宁儿，宁儿，宁儿，你知道我有多内疚吗？宁儿，你是来找我的是吗？皇上，凤儿，喜欢吗？好不好看？你干嘛穿这件衣服？你知不知道这件衣服是不能穿的？脱下来，快点！皇上，快出事了，凤儿，脱下来，快点！皇上，快！皇上，看凤才人这身打扮，可是犯了宫中的大忌，皇上应该重重的处罚，否则各宫的妃嫔以后都一一效仿。皇上准备如何处置？正是，林凤儿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讨皇上的欢心，假扮死去的宁妃。宁妃，你不知道这是宫中的大忌吗？你这样做，简直就太伤皇上的心了。宁妃是谁啊？凤儿，原来你问我借衣服，是为了假扮宁妃娘娘，我真是没想到。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跟我说，我扮成这样，皇上会开心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皇上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。皇上，小顺子，把凤才人打入离心斋。是。凤儿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快！别碰我！皇上，凤儿做错什么了？放开我！哀家先走了。凤儿，你为何这么不懂事？朕千方百计的保护你，你却如此高调的假扮宁妃。朕为了众矢之的，朕之前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什么？凤才人被打入冷宫？据说凤才人穿了欺着一位妃子的衣裳，惹得皇上龙颜大怒，再加上太后又在背后推波助澜，皇上一怒之下便将她送入了冷宫。看来他是真的等不及了，要对凤儿下手。参见都主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暴奴已带回东城，此人性情暴怒，几名锦衣卫多次被抓伤，险些丧命。放心吧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驯服他的就是林凤儿，只要他见到了凤儿，自然就会安静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暴奴？对，咱家的下一步计划马上就要启动。小明子，是你再去打点一下。咱家明天要到岁寒宫当值。公公要见凤才人，可是雪昭仪她棋子就是棋子，若是咱家只有一个棋子，那必输无疑。
只有棋子多了，才好布局，从容取胜。是。原来冷宫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有人在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吵什么呢？你好。都已经进了莲心斋，还这么咋咋呼呼的，怕人听不见吗？就算听见了，也没人会理你。姑姑好。我是凤才人，是皇上让我搬到这儿的。如果您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。啊，公公，公公，你可真是不一般呐！啊，别的妃子被打入冷宫，总是哭哭啼啼、哀怨得很，可你却无欲无求、无牵挂。公公，茶是凉的。冷宫里哪来的热茶呀？坐吧。咱家早都想到了，一旦你得到皇上的恩宠，必定会遭到其他妃子的暗算。可是咱家万万没想到，第一个下手的人竟然是燕儿。公公，我不相信燕儿她会害我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说不定他也被别人骗了呢。哎，你呀，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善良，难怪云上姑姑对你不放心。燕儿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，必定她是太后的棋子，依照太后的懿旨办事。可是，太后娘娘为什么要害我呢？可能是恨铁不成钢吧。皇帝是太后和先帝的独苗。先帝早逝，太后便采用各种高压手段逼太子听话，劝他做个好皇帝。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听到皇上一句心里话。皇上也挺不容易的，所以咱家今天来就是给你提个醒。锦衣卫的宋长庚指挥使，他不简单。如果太后想杀你，第一个动手的人就是他。不可能，小满哥哥是不会害我的。当日在宁华宫遭到贼人下毒，除了皇上跟小顺子，宋长庚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，他的嫌疑最大，可是没有人怀疑过他。现在咱家又被贬去了职务，奈何不了他们。我还是不能相信，小满哥哥他会害我。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你是咱家找遍大江南北找回来的宝贝。云上姑姑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已经甘心情愿丧生祭月台。咱家曾经答应过她，要保护好你的安全，所以我绝不能让你白白的、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死在冷宫里。云上姑姑她，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真的也未必能让你看到。皇上还太年轻，以为把你放在冷宫里就安全了，可是危险这才刚刚开始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记住，外面的人无论谁给你送吃的还是用的，千万不要动，咱家到时候自有安排。长庚，你都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你说这个女孩到底是天真还是傻呀？明明是陷阱，她竟然都看不出来。朕真的想扒开她的脑子，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。也许皇上
你就是喜欢他的善良吧？他被带走的时候，让朕相信他。朕当然是相信他的。但是这一次，太后他们……皇上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，风采人会明白你的苦心的。不，你知道，当时他那惶恐无助的眼神，跟当时的宁儿是一模一样的。朕的恐惧也再次出现了。朕又一次无能为力。朕作为他的依靠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帮不了他。朕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出宫去？否则，他会被害死的。请公公饶恕小人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抬起头来。小的曾经在坤宁宫的长侍宫女彩月的尸体上搜到过一封密函，因为知道事关重大，害怕连累自己小命不保，所以迟迟没有交给公公，请公公恕罪。皇后的遗书。吾君圣上，请恕臣妾不辞而别。臣妾10岁入宫，蒙皇上多年宠爱，却始终未曾为大明增添龙嗣，愧对皇后之命。平日里吃斋念佛，无奈还是被卷入宫闱之争，清誉被毁，牵连父母。每每想起，臣妾欺入肝脾，唯有自行了断，以示清白。臣妾之死皆是自愿，与他人无关系，望皇上恕罪。皇上的恩情，臣妾唯有来生再报。珍重，远亲绝笔。小名字，你不仅无罪，而且还立了大功。起来吧。谢公公。雪昭仪，小名字求见。进来吧。奴才叩见雪昭仪。私底下我们不用太拘谨，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叫我雪儿。快坐吧。你是娘娘，我是太监，君臣之礼，尊卑次序，只要在这宫中一日，便不能少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赶工做这些？太后前些日子收了一些苏绣的贡品，自己欣赏不够，还要让嫔妃们拿出自己的绣品，在慈文院开品鉴大会。你向来醉心于琴棋书画，这刺绣自然不在话下，为何今日身心疲惫，倦意连连？主要是燕结羽把他的这幅绣品也托付给了我，我不好拒绝，就答应了他。如今要做2幅不一样的，所以要大费心思。我真是替你不值，皇上真的是个睁眼瞎，竟然宠信那个市井之人。那个凤才人看着也不像是一个大家闺秀，唯独没有发现你的美。听明，我知道当日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不是我把你灌醉，没有执意要上祭月台，我们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我真的不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，你知道我是有苦衷的。我明白，你不用解释，你心中的痛，同样也是我的痛。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你要记着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永远在你身后。难为你了。其实我今天来
主要是有2件事情要告诉你。其一，刘公公私下去莲心斋找过凤儿，想要帮助他东山再起，从而控制皇上的真心。我知道，在这宫中，没有人可以对我是全心全意的。第2件事，刘公公收到一封皇后娘娘的亲笔遗书，若是你能够想办法掌握其中利害，必然能够有机会为自己扭转乾坤。皇后的遗书？这么说，皇后是自杀的？没错。据我猜测，刘公公接下来必然会利用此事对付太后。你一定要留意他的下步行动，早做打算。小明子，过来过来！你不好好干活，总盯着咱家干什么呀？公公恕罪，只是小人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御花园，而您又已经得到了皇后娘娘的亲笔遗书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小顺子，向皇上奏明一切呢？这封遗书非同小可，不能有半点善事，否则得不偿失。原来如此，是小人愚钝了。咱家知道你是希望咱家东山再起，谁对咱家好啊？谁对咱家忠心，咱家心里清楚。等有一天咱家一旦重新拿到权势，你就是司礼监的副正。是，多谢公公提醒。好好干活。是。梅妃这次的作品虽然是差强人意，但是时间这么短，还很用心，哀家已经很满意了。来人，赏梅妃丝绢5匹，精装苏绣屏3枚。谢太后娘娘。燕婕妤，你绣的山翠万重东兰出，水光千里报城来。哀家倒是想听听，你为何会选上许浑的这首诗？回太后娘娘，因为他就住在我家隔壁。哦，许浑住你家隔壁？正是。臣妾从小就听他的诗歌长大，对他的作品了如指掌。这次为了祭奠思乡之情，所以就选了他的诗句。燕婕妤，若许浑真的是你的邻居，那你的年龄应该在哀家之上了。许浑可是晚唐诗人，距离现在400多年。你的这位邻居可真是高寿啊！想必这个绣品也不是你亲手所为吧？罢了，赐众嫔妃每人2匹丝布，都回去做做衣裳，免得在这里看燕婕妤丢人现眼，闹笑话。谢太后娘娘。站住！你平日与太后势不两立，
可今天却在他面前卖弄文墨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在暗中耍什么把戏？我早已向你表明我的心迹。况且，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。你的那幅绣弓是我连夜赶制出来的，上面的诗词也是我精挑细选的。只不过是你自己看都不看就送上去了。我是没半点文墨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皇上依旧宠我，只要我怀上龙胎，有太后相助也罢，没有也罢，登上贵妃宝座的事情都是迟早的事。可要是谁敢挡我的道，我就对谁不客气。你最好看清时势，好自为之。哎呀，你这个奴才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这太后娘娘刚赐的丝绢，如今可全都浪费了。哎，雪儿，你可不要太心疼啊。这批苏绣个个清新雅丽，绣娘的绣工也是巧夺天工，好，很好。太后，这是谁绣的？您这是怎么了？你看看这首诗。周夷别岸水闻开，日暖风香正落梅。山色蒙蒙横画轴，白鸥飞处带诗来。先王赐给宁妃这个贱人的诗，竟敢绣在这个上面，肯定是凤才人，一定是他借着宁妃的魂，在这个宫里兴风作浪。这个丫头一日不出，哀家就一日不得安宁。锦绣在，你去通知宋长庚。是。